台湾第一点。对。现在油画已经到金三角头毛头了，毛头肉，像雪花和那种感觉。我不信。我们现在这边是全东港最大的樱花家拍卖吗？哎，对，都翻一张，人手一张单，每个人这样拿个单子就这样盖着。你要哪一家？你小手机这样丢，有一道理。我写在这里有。答案第一等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就是叫我去钓，这就是高难度。有鱼！来了，有钱来了！冬季东北季风来的时候，总是湿湿冷冷的。但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叫东港，常年的温度只有25度，夏季是许多游客的选择。这里呢，也是通往小琉球的一个地方。东港最有名的是 Otoro， 但在冬季的大鹏湾只有 Otoro 吗？这一次让我带你们来看看冬季限定的大鹏湾。屏东的东港不但拥有美丽的大鹏湾西湖，最吸引人莫过于东港渔港每天捕捞的新鲜渔获，其中又以黑尾鱼是华侨市场的金鸡母。黑尾鱼季虽然还没有到，但精彩的开桥秀也是非常值得欣赏。当地民宿老板娟姐说，在华侨市场里还有不能错过的必吃美食哦。哎呦，娟姐，这里是我们东港的华侨市场，华侨市是华侨市场。哦，真的吗？为什么它有名的点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叫做华侨市场？就是因为以前早期很多高雄人也会到这边来买鱼，那些外地人来到东港买鱼啊，就是大把的买。那所以呢，早期我们在称那种出手大方又有钱的，我们就会说他一起华侨，然后大家就说哎华侨来啊，华侨来啊。所以为什么东港的华侨市？东港不叫做东港鱼市场，华侨市场。哦，走，来去看看里面有什么。许多外地来东港的游客都会因为这里的海鲜价格便宜，大概都抱着既然难得来一趟的心态，所以呢，来到华侨市场就干脆也当个华侨仔，而多买一些海产回去。娟姐说，这次就带我们先尝尝华侨市场里的必吃美食。跳下来，哪一个？鲜虾好吃哦，包黑啊哦。这个。是的。哦，我有听说啦。来东港，好吃鸡肉呢，就等于无来嘛。我那三宝贝啊。哦，你那三宝，这是主角，我们总是还是要有配菜，对不对？哎，吃一下哦，吃一下。怎么卖？6只50哦，那刚好6只，我们6个人。哎，但我们7个人呢。有没有7只？好，终于吃。真的啊？你看，那海口人就是阿萨里，公务的无，对不对？没有啦，我想到拉力赛。谢谢。哇，啊，这个什么花枝？那一片一片的那是什么？旗鱼酥。那再来6个，刚好100。但是我们有7个人呢，再送1片嘛。好，对。哦，老板人真好。这个是什么？鱼浆跟鸡蛋。鱼浆跟鸡蛋。哦，它里面旗鱼里面其实包的是鸡蛋。我不知道，我以为是整根的旗鱼。原来这不是切的吗？哦，对，差不多外面的外表看起来一样，但里面不一样。哦，懂了。椒粉要借我多1根。椒粉可以吗？真的。胡椒粉。可以啊，放1根，放个鸡蛋，1片啊。然后呢？盖起来。它的没丢。这样，它裹上去，它切开来，弄了。太确定了，太小了。我再搭一点酱。啊，我漏了啦。我看我做1根就好，来乱的。来乱。那跟被人家买到说我做的哦，他应该不会介意。
乱弄。其实它那个有难度，跟我们一般在吃火锅的话，自己弄那个鱼浆其实不太一样。要裹上去，要裹成长条形，然后切下去看。哦，速度很快啊！来，没有啦，叫你拿一根啦。更小气耶！我你规袋好你啦，规袋好你。先吃一下，吃一下。我们来旁边，大家排队。我还可以吹两个。刚炸好。哦，好喝。只要来到这种市场，就是哦，食指大动。我先说东港有3宝。是的。东北3宝大家知道吗？还有人参椒皮乌拉草。错。500元吃到饱吗？不是啦，真的啦。他刚2个对。鹿茸角，现在已经是人参貂皮鹿茸角。那东港有3宝，是哪3宝？来，我讲有黑尾鱼。头了。然后呢？鱿鱼呢？对，还有呢？樱花虾。东港有3宝，来了你就会知道了。好，我们现在来去找这3宝。好，懂。你有吃过这个吗？有啊。东火梨，你不讲会这样？东港的大当家黑尾鱼是当之无愧，光是想到油光滑亮的生鱼片，就让人不惜千里直奔华侨市场。而娟姐说，这里是华侨市场里数1数2有自家远洋渔船捕捞黑尾鱼的店家。哦，那可真的要去瞧瞧喽。托肉，然后鱿鱼子、樱花虾，所以这3个来东港，几乎是每个来东港的人，几乎都会找这3个东西。对，先试个托肉。你们是自己的渔船对不对？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从小琉球过来，所以小琉球以前就是一个就是捕鱼为主的一个小岛。那我爷爷、爸爸那一代其实以前都是捕鱼的。对，那到了东港之后，爸爸就是决定说在东港这边就是开了一间生鱼片店。很有生意头脑，它是一条龙服务。对。你们自己的船上来了以后，我直接就交到自己的店里，然后就做出这种新鲜的生鱼片。你们吃到的都是就是精挑细选。哦，真的吗？当然啦。然后其实呢，因为每一尾鱼的 OPPO 的部位，它的油脂都不太一样。对。这一尾鱼特别肥，其实它的油花已经到金三角汤马头肉那一种。汤马头肉。哦。很密，很像雪花和牛那种感觉，所以吃下去就整个会化掉。我不信。有哎。有哦，就是在你嘴巴外3秒钟，还来不及翻就已经化了。我感觉我现在讲话都会有一点点油腔滑调。很滑现在。哇。还可以是一种方式。哪一种方式？来，这个是我们酿造的酱油。对。非常单纯。跟一般酱油不太一样，就是特制的。来，可以用一点山葵，因为黑尾鱼对OPPO本身油度比较高，那我们山葵可以放在鱼片上。放鱼片上面。对。先借放这一片。拿这片比较薄的好了，要不然都一直吃厚的，他们在瞪我。放在鱼片上面，然后沾一点微微的酱油。沾一点微微的酱油。这样。对。好，一口吃。味道会更融合，而且可以山葵会增加它的甜度跟香气。它有一个水果的香气，酸香的水果香，然后到嘴巴里面这样，好好吃哦！想当初那个煮汤实在是太浪费了。那2宝是樱花虾，对不对？是樱花，我们从2宝开始。东港第2宝，好棒哦！那么就是这边啊，你炒饭配什么肉松、鱼松、辣椒，都不及炒饭配上樱花虾，因为这个味道太迷人了，你在其他地方你也吃不到。樱花虾它除了味道迷人之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你说？它的盖子非常丰富。它的盖子很丰富吗？非常丰富，而且全世界里面可以捕捞到樱花虾的，其实就是日本。
日本、台湾嘛，台湾这边的话是东港这边，宜兰那边也有，然后台东也有。樱花虾这边是算上对，樱井你这边叫做回卡嘎，回咖，对不对？因为我住桥头，这个回卡嘎，而且樱花虾身上它会自己发光。对 ，Google 一下，大概有160几个光芒，它会自己发光。所以日本人那时候找到之后，他们在有吃，然后来到台湾说啊，原来你们台湾也有，对，东港也有，它就这样变成了东港的第二宝。哦，所以它的地位不可忽视。对，不容小觑哈。那我们换我们的三宝了。哎，这说实在我没吃过，真的吗？我还没吃过。鱿鱼卵，乌鱼卵就是乌鱼的卵，那它相对它们是鱿鱼的卵。那鱿鱼是深海的，因为它长得很像鳕鱼一样，油脂非常丰富，所以它的那个鱼卵，它吃的口感会跟乌鱼不一样。乌鱼我们喜欢吃绵羊，对，它会对，会很绵牙。可是鱿鱼子不一样，鱿鱼子它油脂成分重，所以我们晒的时候啊，你看它上面会有点软软的，哦，它没有办法像乌鱼那么干，所以我们会用含的。哦，用含的，对，它里面带香，然后又带油脂。对，所以吃法比较不一样，很特别，比较绵。好有。以前这个感觉很像什么？以前我们在含那个花旗参片，含在嘴巴里面，它会这样一直化水，然后到喉咙。鱿鱼子也会这样，你含下去，它有一个，它跟乌鱼子不一样，完全不同。乌鱼子的味道稍微浓郁了一点，它没有，它是属于清香型，对，它是清香的，啊，而且你做这个方式，吉利的方式，对，有，是刚好触犯，因为鱿鱼子它也是一样晒盐巴，抹盐去晒，所以它可以稍微一点触犯，就比较不会那么死咸。好好吃啊！要不是我开车哦，现在要是来一杯清酒，好迷人哦。哦，沙给，好。大鹏湾的白天有一种夏天的艳丽，可以看到鹏湾跨海大桥每到周末开桥秀的壮阔。当夕阳西下，灯火通明的海岸，又有另外一种幽静的美感。而游客住娟姐的民宿最期待的就是每天的早餐。听说网罗东港的美食小吃于一桌哦。哇，娟姐，哎，早安。哇，这是早餐啊！这会不会太澎湃了一点？对，人手一张单，每个人这样拿个单子就这样盖着这样。你要哪一箱？我帮你数。你小手一边丢，有一道理。台湾第一点。这个是什么鸡翅？这是东港的特色小吃，叫霸粿。哦，霸粿。是来自东港早餐必吃。对，粿是用米做的，对不对？对。用米嘛。哇。而且每一间的配料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炸豆皮。我们早上不是煮那个豆浆，上面会有那一层，那他们就是把它捞起来，先捞起来，然后先炸。然后虾子，这也是一个蛋白质，哇，很棒。哎，东港这么好客。大家都吃过樱花虾，像我们刚刚吃的樱花虾也煮熟的，要不然就是已经烘干的。那你看过樱花虾原来的样子吗？而且樱花虾原来叫做回卡卡，对不对？现在刚好是他们的季节，传进来了，来去看看。樱花虾是东港三宝之一，每年11月到隔年5月是捕捞期，其余的时间呢则是进补期。除了周末、平日，只要每到下午2点来到东港渔会樱花虾鱼市场，就可以见到樱花虾公开拍卖的盛况。这么丢席，当然不能错过。走。
们现在这边是全东港最大的樱花虾拍卖吗？哎，对。那我们这里是怎么拍？我们标一点几弄，然后一里画，那个是公开拍卖，但是我们樱花虾那个拍卖方式说采用那个公开投标就是说那个买方就是说他要一箱标多少，一箱多少，他会标价格上面。像这个，对，哎。他现在写在这上，不能看，都不能看嘛，对不对？他就写这张纸上面都有价钱，对，就是这一箱的价钱，对，一箱。所以他现在标，他不是说标一整排，他就标这一箱。他比如说我自己也可以写一个价钱，我就塞在这里面。对啊，对不对？然后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张，对不对？对，那是最高的人得。我们拍卖人员等一下时间到，他会就开封了。对，他最高的人就得标了。哦，这5箱就他买的了。哦，这只要投1张可以买5箱，买1抽反这样。哦，所以就是塞下去，然后反正这里面最高的那就这5箱带走。对对。哦，原来是用这样子哦，所以没有人会知道。没有还价的空间。没有，这公开就是这样。就是我买完了，我也讲好了。没有再增加的了。比如说你比我高20块，我说那我再高10块，不行，没有，就是你投下去了以后，一翻两瞪眼，打开来最高的人就拿走。哦，好酷哦！我看到大家这样一笼一笼拿出来啊，从船，我们总共有几艘船在专门抓虾？115艘。115艘船在就专门抓樱花虾。我们这个渔船就是说凌晨3点出港，3点。对，他就是说我们限定1艘船10箱，我看一下，1艘船只能抓10箱，所以他下完如果达到10箱，他就要进来。什么叫10箱？这个这样1箱、2箱、3箱、4箱，就烧10箱，只准捕10箱，就算你超过你也不能带，你就要回来。哦，哎，这样还蛮公平的，每个人就这么多。这个货真的最新鲜的啦。对，真的，我们去看人家怎么投标。他们现在在写单子，在写。来，烧新人。像做一烧，他有3箱，人手1张单。现在开始，每个人这样拿个单子就这样盖着这样，然后就等看谁标走。来，不要，6852钱，来62千啊，就我62千。6270什么意思？6270，一箱就是它最高就是6270，一箱6000多。它有3箱这样。3箱，638，18000多嘞，快2万块嘞。人手，阿雪，你好，你无下了，你我给你下不？我把你下了。免啦哦。我给你下来。我你下起来嘛中奖。哇，没样啊！你看上面现在就是大家都写上去，标。哦。所以你还没有看到你要的。回来不要。他开始在挑了。这个是哦。这个没有可以吃。来，2张哦。是哦。啊，这我不敢哎。这个如果不敢吃没有关系啊。哇，要开始标了。很漂亮的。这就是什么新啊？阿雪姨秉持着想做好东西给客人吃的信念，每年都会来标樱花虾回去加工。当在地的商家都纷纷改用机器设备烘干的年代，阿雪姨有她一贯的坚持。我相信我跟阿雪姨联手，一定可以出师得力，标到好价格。他这边呢标给，因为标我了，定的啦。你不要快。阿雪姨下标了啦，快点啦！我就一直在叫人家买东西。好，来不要。阿雪，来四箱来。咱问一下，你先问有空。你安尼你是安怎拣？你拢安怎拣到选？你是要怎么挑？没有，对，哦，但是你看它有一些的头，你看这昂，啊，这有个像这两个是无共。来，老枪手。你这算讲有能力3000，来3000，8行。能啊。哦，这是软的，前面这个蓝色，你看它有不一样。那个头那个是软的。还不要，2000底下高。
手哦，一起过来。还是没标到。你中午较贵些，去年我花到1万多，9000多。哦，去年一斤到1万多呢，哦，好夸张，5箱就5万多了嘞。一个，来629加成。刚本来想说第二胎就要买到了，就还没买到。你要哪一箱？帮你写。我现在大概知道要写多少的数字。5箱高诶，629加成，加成629。安尼啦。哦，不行的。啊？什么？今天啊，义工盖稿。义工偏黑啦。它上面要写你的名字哦。它要怎么写啦？阿雪哦。来记哦，6215，哪个？来63边，有没有吗？安尼啦。安尼会使。叫哪边？到哪边？给他，给他。谢谢。来，老兄来。看有没有中就知道了。对，气铁没来，看我给你标掉。咁无可能。那叫我说他那就是。来，不要。6000爆了，2钱，拿双，拿了，来636，丢。哦。你看，我刚刚第一次写的就会中了，他就说少100。我第一个就下来就丢啊，你讲。所以，而且，一般来说，你若来买樱花虾，你也大概你要买几箱？啊？40箱。拿双633不丢吗？40箱，1箱6600是20几万，24万多呢。哇塞，多100多很多，40箱多100就快多1万块了嘞。我看一下，那现在7000啊，那现在7000了对吧？7000啊，7000啊，才7000没到啦。好啦，你那个才7000就对啦。到时差价我要报咧。哎啦，免啦。你帮我报，你帮我报。是啦，迄个报啊，你还那个，你就纳嘛，你还那，不是你咧纳的。我修来，好好玩哦！哎，我觉得标鱼好好玩哦，标虾也蛮好玩的，你就这样斜斜标下去，看有丢不丢啊呢？对对。这样，我来不要。5000切，6000放高针，6200是来6200，切落6200。下3级变钓，有一道理。安迪的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就是叫我去钓，这就是高难度。有鱼有鱼有鱼！台湾第1点。下3级变钓，有一道理。我写3折而已哦。后面再补一个0呢？对啊。哦，没有给他标到，我以为他直接0是不用扣掉的，结果没有给他。我知道他会。还好，哦还好，但是因为这箱看起来比较白，比较小，对不对？拿进来。你敢不敢加点啊？来，不要。你看到了没？6200了。拿线，3了，636来啊，算了。啊，算了。
它一站呢，哎，多20块就买到了3箱，哎，标到了，而且是多20块给人家标到，这样算好，算厉害哦。我从头看到这边，大概它就是在6100多、6500多中间来回，那就看谁有机会写到最接近的数字。你比如说上一个写6100，结果你写的6500，你就赔多了嘛，因为你多人家40块，我刚多人家20块。这也是漂亮，看它樱花虾的点，对不对？你看，樱花虾喷点喷的这样，这都母的。所以如果说有这样子母虾上来的话，吃起来比较香，对不对？它干了，比较香甜，所以它是用这样。你看它的头就不一样，它头有些地方就不一样。好，新鲜的樱花虾必须第一时间先送回加工厂，迟了就会破坏樱花虾的品质。再者，趁着午后的余温，刚好是日晒樱花虾的最好时机。他说，日晒干燥的樱花虾有一种机器烘干没有的香气，所以即使现在大家都改用机器烘干法了，阿雪也还是坚持天然日晒。缺点就是产量不高，但品质却是一级棒。这个是这拍过啊？这已经拍好的啊？这拍好的。啊，拄啊，跟阮迄青无共。无共，这就是算讲，阮这东港樱花虾最出香，就是阮这拢伫咧深水里啊。深水。嘿。偌深？200-300米的里，所以。但樱花虾一般的养殖的地方，不就大概在200以内，150到200？这个是很好吃。澳门的樱花虾，东港樱花虾很干净。哦，好吃哦。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怎么就这么顺手了这样？拿了就一直吃。就好吃哎。阮这不是迄个砍手的味道不会。就是用晒的，还是坚持用晒的方法？同家咧做樱花虾，敢若阮安尼做，尔剩的拢无啦。哦，真的哦。你外口都是食到迄种迄个味道，较重的迄种味道。其实它也不是直接阳光照射。阳光照射都不行了，对不对？这会灯背呀。哦。它会变白色的。变白色，然后我们这个是红色，这个是没有。所以它其实是有日晒、日照，也算日晒，但上面隔绝的是直接曝晒的。对。然后这边又有风，通风。对，通风对，所以风安尼吹风吹安了，小泡泡安尼做伊的味道那个变化都是不一样。哇，好香啊！很香。你看你这边缸内底拢是樱花虾的味道，对不对？你看都没有那个臭，没有那个。人家说哈，为什么你形容那个喷红点，就像是樱花虾，樱花喷红点，它上面喷的都是红点。有没有？樱花虾，今仔咱你昨日迄有较大尾的嘛，都有较大尾。你讲迄咱尾也比较大尾。一般来说，樱花虾这种算是这种细尾。没有，就是差不多这个大小。啊，你讲够有较大尾虾？是，伊迄就是算讲伊海里呢，有这水质的时间啦，有些流水的问题，伊个鱼有当时有当时有较大尾，有些较细尾，嘿，有些阮伊咧你也不一定啊，这一定。平均差不多拢安尼。安尼差不多。平均差不多都在这个大小。它的有的时候会比较大只。没有，都一样。都一样，樱花虾都是这样子，那大的是这个不一样。这人的，这是讲人的迄个。这啥？饭汤的迄无。煮饭汤。嘿，人咧炒油饭啦，还是炒饭汤。哦，这叫啥？这叫做黑膏。黑膏。这也可以吃嘛？不是啊，黑膏不是那种，人迄中华人迄边的黑膏，迄种。无，伊跟阮这无共。跟这黑膏。阮这无共，阮这较特别的，阮这无共。这个是东港的虾猴啊，东港的黑膏。这个比较大，你看。跟我们的腐乳看很像。哦。这个好漂亮。对。晒得这样。跟这个是，这个是。比较大一点。有大一点，那这是这几天的。这几天的。这晒起来了，所以这时间晒起来都是比较好。
哦，反而晒樱花虾需要它有温度，但是我们不太需要那么强的太阳，因为太强的太阳，它会把樱花虾晒成白色，对，它那个颜色就跑掉了。它跟那个营养的素跑掉。哦，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强的太阳，但有温度又通风，它晒出来就会像这样，对，很漂亮，粉红的，有没有？然后喷红点樱花的颜色这样，红红的。所以我们这个调味的就是这个，全部都是用这个去调的。哎，那气扣吗？这也是晒的，这也可以吃了。哦，你头不要吃，头不要吃哦。没无打你吃肉的。吃肉的哦。很甜，那很甜，不一样。很甜。哎，它的甜跟樱花虾的甜不太一样。不一样嘿，所以樱花虾，你若吃到真的假樱花虾，恁吃过樱花虾？樱花虾够假？有，没让它假。阮家拢用假咧做樱花虾。那我樱花虾不是就这种吗？这是这种啊，生意人就是会用假咧做樱花虾，吃樱花虾的民主咧再买，再卖。啊，它长得不一样吗？不一样，啊，你那外行都看不出来啊。哎，教我们怎么看？要怎么看才可以看得出什么是真正的樱花虾？真的樱花虾，你拿起来吃，你在这里出这个味道，你外面没有出这个味道，都是假的。哦，其实哈，你从外观来看，我们先从外观来看，它就有粉红色，然后喷一点点红点，喷红点在上面，然后，那个肉都是对啊，浅青白，你看，透明的，然后吃下去有一种甘甜的感觉，对，它跟我们刚吃那个黑膏的甘甜不太一样，黑膏哈，它吃下去的那个甜味哦是瞬间就达到80%的那种虾的甜味，但是樱花虾没有哦，樱花虾是你吃进去也许才40%、50%，但是它会从后面一直回头到100%，它会哇一直有那个甜味这样，哇，啊这个嘞，这是你们处理好的，可以吃吗？可以啊，看，都是这个好香哦，好香哦，好像鱼松哦，是行开用调味安尼尔。好好吃哦，难怪它会变成东港3宝之一啊！原来日晒过的樱花虾才能显现它真正的美味。现在总算能理解阿雪姨一直坚持天然日晒的原因了。而且樱花虾内含丰富的钙、磷、镁，还有牛磺酸，因为日晒也保留住所有的营养分。下次来东港也别忘了来尝尝阿雪姨的樱花虾哦。而接下来更精彩的来喽！趁着天色未亮，我要带你们跟高手过招去。第一等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就是叫我去钓鱼，这就是高难度。我钓鱼从来没有钓到过的，然后要凌晨4点起床，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海去钓鱼。来东港大鹏湾，你除了可以吃海鲜以外，你去买，再来就是自给自足的方式，要吃自己打，自己去钓，好不好？我觉得是钓不到了。有没有拿那种最会中鱼的感觉？56。你好，我找到。麻烦你了。啊。上面那一个点，那是什么？那是钓鱼的礁石啊。哦，你都有钓场在哪里？都设定好的。有红竿的钓点啊，有其他鱼的钓点。这是自己设定的。对，我们设定。哦，好酷哦！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我要去钓红竿。红竿。对。但是人家不是说钓鱼的人出海之前不能说我们要去哪里？可以的。是可以讲哦，是可以讲哦。啊，我以为不能讲。不可以说我要跟你买鱼，这样不行啊。哦，不能哦。不能说我们今天一定有什么鱼这样。哦，天哪！我想问一个问题，有什么方法才可以让人在室内？现在说船上有几个，就我们大家钓鱼的人，然后再讲，只要啊先中鱼的那个人，就每一个人收500。哎呦，有斗志了！开始祷告。
来哦！加油！来哦！再放哦！船长还好就可以放。哦，船长要下竿了呢。哎，重鱼就500，就1500了。哎，只要收竿就1500了，只要有办法拉上来就1500啊。到了，他说这边大概深大概有90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数字。OK 喽。哇，还滑了去哦！哎，这是怎样？这是重鱼钓鱼啊！这就是海钓就对了。铁板。哎，我会不会被拿走？然后你差不多敲底又差不多抽了15下。如果我们今天设定的鱼种是红竿，那红竿的话是差不多吃底层上来到中层。所以你差不多抽15下之后再放回去，对，再放线，不用一直抽就对了啦。对。哎，还有一直抽到50的，累死！做运动。我说这个意思，好酸啊！当海虫盖哦。怎么？等下，这个为什么他们这么轻松？啊？收上来啊！哎，因为已经过了那个鱼礁，船长要重新再盖回去，重新再盖啊！哎。哦。哎，海钓的乐趣到底是在哪里？中鱼的瞬间，没中哎。就像我现在这样，就当运动啊，不会啊，当运动。对啊，我在花莲钓鱼啊，就是因为钓到我觉得很烦，所以我才会觉得哦，然后也不会中鱼。这个用这个已经是最轻松的，对啊。如果用手剪的话，会比较更辛苦一点。1、2月还属于冬季，这时候的鱼比夏天的鱼美味。很多的船钓高手都喜欢在这个时候出船，体验拉爽爽的乐趣。但跟这群高手比，我这个钓鱼菜鸟会先中鱼吗？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们，不知道什么感觉。是什么感觉？中了吗？有中吗？救！会不会断啊？好，前面。走。台湾第一点。来，拿钱来。那不算分好。这什么？这是狗母梭，狗母梭可以做鱼松、鱼丸的最好的鱼种。哎呦，对，哎，我要修啊！哎，我真的不知道中鱼了呢。好，走。狗母梭。哎呦，但太小了，但它已经挂了啦，这不行了。对啊。那个3分哦，那个不算分。为什么？要红竿才有3分。你刚刚没有讲，它有 bug。又没有说鱼种，也没有说大小。他的脸的，让你啦！啊，是哟。哎，那这怎么办？没关系啊，如果它死掉，我们还是一样不浪费，带回去处理。对啊，因为它已经活不了了。因为这种虽然重鱼，它的缺点就是鱼刺多，对，但是会吃它的干煎的老一辈非常喜欢吃这种干煎，那拿回去非常的香，给家里人吃。还有丢哪？冰箱在哪里？而且这个你放着我处理就好。对吧？哎，就先敲到鱼。如果没有的话，你抽上来，看有没有，直接抽到30，然后就直接放下去到50开始锁定。有点重哎。中了。我的鱼
你没关系，如果感觉有中鱼就不要停啊。不是它重是很重啊，很重就当哎，是不是勾到别人线了？看有没有勾到别人，应该是勾到线了吧？收起来没关系。我不知道你们中什么好料的了吧？应该是勾到线了。但是有在走，有在炖呢。对啊，那是中鱼吧？啊，高点吗？高点了吧？有鱼。老来钓鱼啦！来，有钱来了！啊，有钱了！哎呦，拿500块来，我就跟你讲哦，哎，眼睛都哎，你们不要那个脸呐，有没有？开心一点，中鱼了啦！哎，新手运，好开心哦！这什么鱼？黑鳍尾，哎，尾鱼哎，我打沉底居然中尾鱼，看一下哦，捏猜它就不会动。捏猜。哦，对，我这给你看给我。这个叫做黑鳍尾，哎，tuna的力量很大啊，这个算小，要放回去吗？没关系，它钓上来的话就也不行，对不对？对，它已经都勾伤了。你看这个哦，你看它背上的肉也真的不一样。背上不是不一样。耶，中鱼了！哎，我要继续啊！哎。有中吗？救！有！哎，这样你500块不用给我了，你要给我500块了。我刚刚中到了，我刚刚已经中了嘞。你要给我500块，你要欠我250哎。哦，这样一直收就好。对，今天要整。哎，会不会断啊？不会。你甩很用力哦。没有，放到底就有了。啊，放到底就有了。好玩呢。好，前面。刚。台湾第1點，我大媽，北妹啊啦！你咁高就北到啦！而且我跟你讲，你勾到他的胸骨那么大一根，北妹你敢講人甘？哎，但是我跟你讲，北妹是我很喜歡吃的魚，我很愛北妹啊！來，兄弟，我要來釣我的，兄弟啦，我要來釣我的，我騙，哎，500啊，你要問我吧。就跟你说吧，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叫斗志孔去钓鱼，没有比这个更难的啦。而且我今天我算是里面运气最好的。你看，像我现在身边都空空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害羞。3尾鱼里面我钓了2尾，然后有1尾呢，还是不小心给人家勾到8皮鱼的肚子，那个不算钓，那叫勾。等下我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哦，其实这尾不小尾，这不会不要没生尾。哇，然后但是这块骨头要留下来，你有没有看到这块骨头？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根骨头，你可以留下来，然后把它处理完了以后啊，它可以做发簪。这块等一下一定要留下来，削完它可以做发簪，而且很漂亮，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发簪。这一块哦，看你把整个处理完，它就是一根发簪，漂不漂亮的发簪？这一只啊，叫做黑鳍尾。对，我其实目标不是你，那你怎么跑来的？招来我们才被冲起来，来乱。好，再来。这个啊是拿来做鱼松啊、鱼丸啊最好的，但是它刺很多。什么叫没中钩？咬到嘴巴都断了还没中钩？
这里正扯，有看到吗？有，我知道了，我们下次反其道而行。我只要来钓鱼啊，我们都不要告诉我要钓什么，反正我就都不知道，然后我不知道下去就会拉到不知道的。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